大家好，我叫 Rose Yang， 代表新加坡手法医学研究会中医门诊来跟大家分享中医和西医它们的分别在哪里。如果大家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新加坡大部分人感冒、咳嗽、流鼻涕开始都会吃普通版的班纳豆，吃多几次效果不好了，就换超强版的红色的班纳豆来吃，再多几次又没效了，就会去 clinic 诊所那里找 GP， 也就是医生。 GP 大概会给你开3种药，吃1周左右的感冒药和抗生素。配药的护士会特别的交代您，抗生素一定要吃完哦。另外，如果病情再比较严重，感冒、发烧、咳嗽，再加上头痛啊，再加上其他身体的病症，就是要看你的身体哪个脏器出了问题。如果是心脏科， GP 就会送你去 specialist 那里看心脏的专科医生。正常的专科医生会让你扫 CT scan 或者是 X 光、抽血、化验等，做一轮的身体检查。如果是有高血压的问题，他就会告诉您治不好，需要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来去缓解它。以上这些就是西医标准化治疗的流程，也就是感冒咳嗽啦，吃抗生素、咳嗽药；发烧啦，退烧药；头痛啦，止痛药；生病的次数多了，这些药也就越吃越强，越吃越高级。不然的话，这个药没有效果，因为我们的细胞有耐药性，有抗药性，特别是抗生素，这些重要的事实导致了我们身体的恶性的循环，让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低下，越来越多的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好像说炎症，它有肺炎呐、肝炎呐、皮肤炎呐等等，让各种各样的炎症变得越来越难治疗。抗药性的问题也导致了现在人类出现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你知道吗？西医出现在人类近代历史约300年的时间，不光是感冒药，所有的西药都有耐药性，是不能长期使用。没有一个西药的历史是超过50年的。可是大家又发现了没有？中医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其中中药有很多的调理方案，已经有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有的到现在还在用。这说明什么呢？中药是没有耐药性，中药没有抗药性，可以长期使用。如果我们有中医的角度来看感冒，首先中医师通过临床的经验来跟你会诊，看的是因为是风寒还是风热，是有内在因素还是外在因素引起的感冒。有的因为气虚引起的感冒，有的因为是阳虚或者是阴虚。感冒大致有6种类型，另外头痛也有很多种类型。首先看会不会是有颈椎问题压迫到我们的颈源性的头痛，还是受风寒导致的偏头痛、贫血、供氧不足也会引起头痛，还有血液粘稠导致循环不好引起的血管性头痛。另外神经性的问题导致的重疾性的头痛，偏头痛、三叉神经痛、脑袋有肿瘤压迫出现的头痛等等，这些根据不同的原因造成的疼痛。西医的标准化治疗就是开止痛药，吃了止痛，
如果中医人性化的治疗，看，如果是颈椎病的压迫，那就调理脊椎；如果您是受寒，就要祛寒湿；如果是贫血、供氧不足，那就增加气血；如果脑袋里有肿瘤，那就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帮你打通微循环；如果是血粘稠，那就减肥排毒等等。中医都是将人体看作是一个整体，没有像西医那样分心脏科、皮肤科等等这些分开来看，没有的。中医是全科医生，看的是整体，通过望、闻、问、切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的五脏和六腑、经络的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以辨证论治的原则来判断出症型。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它们互相配合，在病理上它们互相的影响。若我们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发生了病变，除了其本身的功能异常外，还常常影响到别的脏腑，甚至造成整体功能的混乱。同时，中医学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界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它贯穿到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方面。中式整体是中医学的突出特点，这样也就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造成了顾此失彼的弊端。这一特点在现代医学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医学家的重视和研究。所以中医看病，一个完全的会诊至少需要约15分钟以上的时间，帮助找出病的起源点。就是首先要把生病的原因了解清楚，再通过因果去解决疾病。这也是为什么越有经验的老中医，他的收费就会越高的原因。所以大家请记住，中医是调因，西医是治果。相信大家都明白，水管果没结果，水管因能气根。解毒病就是找到病因，调病因。古代的名医师治病常说的一句话：菩萨畏因，凡人畏果。这个畏就是畏惧的畏，也就是害怕的意思。如果苹果树种出苹果不美，大家说是苹果的问题，还是它的树根出的问题呀？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树根出现问题，才会导致苹果结出来这个果实不好，对吧？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生病，我们应该害怕什么呢？我们应该害怕的是，我们把生病的错误习惯，只有把导致生病错误的习惯改掉，读懂我们身体的意愿，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最怕的就是自己怎么生病都不知道，找不出来生病的原因。你说这病真的能治好吗？中医调的是得病的人，西医治的是人得的病。所以为什么中医能够把西医的疑难杂症调理治理好，它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好，希望这些分享能够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